主人，您说过我的眼睛好看，我把它摘下来了，送您当礼物。我叫林困，是一个骗子。眼前荒诞的一切，还要从1天前我假扮神明开始说起。少女站在林困面前，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交给了他。而此时的林困体内神性几乎耗尽，肉身也已经濒临崩溃。在他的面前是一尊刚刚诞生，足以吞噬整座9国世界的人造神明。但谁也不知道，这个即将站出来拯救所有人的男人，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神。他叫林困，职业是骗子。不久前，他还只是一个依靠欺诈能力，在一场场神性游戏中挣扎求生的普通试炼者。如今，他却被无数生灵当成料执掌欺诈神图的主神。至于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，还要从1天前林困假扮神明，意外占据了一座无主神国开始说起。因为这场谎言，他的身边多出了2位真正的神明。他们原本奉命回收无主神国，却发现神国已经被林困占据，就连强大的幻翼也败在了他的手中。2位神明一番权衡，决定暂时追随林困，等待他主动交还神国。在他们眼中，林困是一位从远古沉睡中苏醒的欺诈神主，他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动作，都隐藏着主神级别的布局。但在林困眼里，这2个人就是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。一旦他们发现自己只是个冒牌货，林困恐怕连解释的机会都不会有。为了不被拆穿，他只能继续装下去。就这样，一位假神带着2位真神来到了虚界之中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如同经历过神战的荒芜大地。而在废墟的尽头，一场全新的神性游戏正在等待他们。游戏，你呢？有办法吗？神主，我可以试试，能不能轰碎眼前的游戏？费尔先生，这批货可都是极品，其中更是有一位血脉纯正的精灵。希望如此。就是这批，还请费尔先生过目。左边这只血脉里蕴含着每种血脉，而且还没被开发过。中间这只是猎兽人在返回途中抓到的，听说是突然从天而降的一只野兽，它的血脉非常神秘，看不出什么团秘。费尔先生应该就去喜欢这样的物种吧？你才是野兽，你全家都是野兽！这只精灵的血脉最为纯正，已经无限逼近纯种精灵。若不是看在费尔先生的面子上，我早把它送上拍卖会了。这3只我全要了。神主，我们一定要换衣服吗？当然，你俩那个形象太招摇了。这位小姐，一共多少钱？700枚不困铜币。多的部分就当为了赞美这位小姐天使般的容貌了。不行，这太贵重了。你说神主为何要这么麻烦？直接占用那个店铺就行了。能为神明做事，是他们这些平民的如行。可能是欺诈神主故意埋下的锚点。未来在某一次神战时，那枚硬币或许会降下浩瀚伟力，直接成为神战翻盘的关键。不愧是主神。你以为我为何主张跟着他？取回无主的神国是其一，跟在一位主神身边学习才是更重要的。我他妈只是想赖账啊！要是大佬在就好了，没大佬的神性游戏好难通关啊！是他。不要丢下我啊，大佬！我也有用的。松手！我是万象神图的神职者，可以帮大家变换形象，安全离开上城。跟上他，一定能知道离开这场游戏的办法。把新来的兽女带去饲养场。好的，菲尔先生。亲爱的，我将会让你成为这世间最完美的物种。快了，再有几十只纯种兽族，你就能拥吻这个世界了。里面似乎连接着某种传送阵法，看来不能硬闯，万一被流放到地图边界，就麻烦了。神主，只要您降下一声神谕，我一拳就给方圆百里夷成平地。你脑子是不是有什么病？我们现在身处神性游戏，想要出去，只有完成对应的任务。唉，那我帮不上忙了。
我记得你能变换成6臂的熔岩巨人。神主，那是我的本体，沉沦力量的6臂修罗。哼，谁说你帮不上忙？菲尔先生，什么事？门口来了位自称是刁德一培家族的公子，带了只从未见过的兽人，要和咱们做交易。你确定从没见过？9国境内从未见过。我叫希曼菲尔，敢问这位来自刁德一皮家族的公子，您是从哪里捕获到这只兽人的？我从未见过体内神性如此纯粹的兽人。菲尔先生，进去聊。请，将公子带来的兽人安顿好。这些是，在9大国，兽族是最卑贱的种族，他们是被猎杀的野兽，是被纵欲的工具。而这片地方是我为了潜入菲尔的势力，林坤伪装成来自神秘家族的贵族公子，并将其中一位神明假扮成珍稀兽人，主动送上门交易。菲尔果然被这名兽人体内纯净的神性吸引，立即邀请林坤进入庄园。庄园内部并不像想象中的囚牢，这里生活着许多兽族儿童，有花园，有房屋，也有相对安稳的生活。菲尔告诉林坤，9国境内的兽族要么被猎杀，要么沦为玩物，自己暗中收购兽人，只是为了给他们建造一片不受人类伤害的乌托邦。他还提起了自己已经去世的妻子，正是因为妻子的经历，菲尔才意识到人族与兽族之间的隔阂，即便神明亲临也无法轻易消除。林坤没有立刻相信他，因为这座看似美好的庄园深处还隐藏着一片守卫森严的饲养场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负责救人的神明也找到了林坤交代的目标，一个戴着兽耳、穿着粉色衣服的女孩。这名女孩同样是神性游戏的参与者，还拥有万象神图的力量，可以改变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形态。只是负责救人的神明看到她后，却陷入了短暂的怀疑，因为女孩的外表实在和他想象中的重要人物相差太远。但很快他便自行得出了结论，这肯定是欺诈神主设置的考验。神主想验证他面对任何情况时是否都能坚定完成神谕，于是他不再犹豫，直接展开神谕，带着女孩冲出了饲养场。骚乱发生后，菲尔想立刻离开，林坤却故意拦住他，假装继续谈论交易。菲尔终于意识到眼前的人根本不是来卖兽人的，双方随即爆发战斗。菲尔利用幻象魔法将林坤与同伴放逐到一片堆满兽族遗骸的空间，但在握手时，林坤已经偷偷在菲尔身上留下了欺诈锚点。借助锚点，他强行突破空间，重新回到庄园。菲尔见计划失败，释放出一头拥有太古炎龙血脉的怪物，企图将林坤等人与整座庄园一起毁灭。经过一番激战，林坤一行人成功击败巨龙，并从他体内取走了蕴含庞大神性能量的龙晶。更重要的是，被救出的兽族女孩一眼便判断出了巨龙的血脉纯度。根据游戏提示，真正的兽族女皇天生拥有辨认所有兽族血脉的能力，这意味着他们或许已经找到了游戏中最关键的人物。然而林坤很快发现，菲尔不过是整个阴谋最外层的一枚棋子，在他的背后还有统治9国信仰的教会，以及一项已经持续数千年的计划——造神计划。什么意思？菲尔先生再陪我喝2杯，咱们再谈谈价格。看来林先生不是来诚心做生意的。动手！神主，受境界压制，追溯不到他的位置。不是。一群蝼蚁！煌煌天日！9国什么时候冒出这么多高阶强者？神龙眼！本不想动用黑暗符文的力量，是你们逼我的。你们怎么追过来的？菲尔先生，我只是想和您做场交易，何至于把我俩放逐在那片充满兽人尸体的世界？你居然能看穿幻象魔法！我记住你了，林坤，就让此地与你们一同陪葬吧。在与菲尔握手时，我趁机在他掌心埋下了锚点，这才能从另一片空间传送到这里。但同一个锚点只能用1次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应对这只怪物，
没有退路。在这里。你有这能力，怎么会被他们抓到？有点不小心了。游戏直接给我传送到一群猎兽人的队伍中间，我不被抓谁被抓喂？竟是一只太古炎龙的遗种。此龙体内孕育的龙精蕴含着十分浓郁的神能量。神主派我过来，难不成连这一层都算到了？不愧是神主啊！躲开！历经欲望之城和诸神的悲歌这2场神性游戏，我的境界已经来到了4阶。周围10米，重力篡改。范围还是太大了吗？这一下差点抽干我体内的神性。大佬，我以为你死了。好久不见，调酒师小姐，今天还有希波克罗斯酒吗？大佬，人家见到你这么激动，你怎么开口就是调侃？大佬，我找到你说的。神主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龙晶，可惜血脉纯度只有70%。你能分辨出血脉纯度？有什么特别吗？大佬，你把游戏规则忘了吗？这场游戏叫兽族解放战歌，通关条件是协助兽族女皇统一兽族，然后解放被9大国奴役的兽族。提示说兽族女皇能分辨兽族血脉，看来就是那个家伙。这游戏听起来有点麻烦啊。神主交代的任务完成了吗？当然。你还记得无主曾经说过关于兽族女皇的预言吗？未来会有一位兽族女皇的繁灵，一统虚界兽族，开辟出第13条神图，晋升主神的那侧。她和那则预言里的兽族女皇一样，能一眼辨认兽族血脉。希曼费尔，你的造神计划完成。回主教，我遇到了一些麻烦。9国境内突然出现了一群莫名其妙的人，一直在妨碍甚至破坏。我想请主教出面帮忙解决一下。还有能让你希曼费尔头疼的人。造神计划是一项持续了数千年的计划，任何妨碍者都绝不允许存在。带路吧，希曼费尔。遵命，主教。连龙兰花和蛇兰花都能认错，把你买回家有什么用？滚去重新采，要是再采错，就等着全家被炼成药材吧。弟弟，不要为了家仆动怒嘛，大不了再雇一个就是了。别闹，爸妈快回来了。希曼菲尔什么时候过来？他一向从不晚点。联系不上，不过以他的本事，应该不会出什么事。后天要拍卖的纯血龙女，竟然连炎灵国的女帝都引来了。那只龙女浑身上下都是宝材，可希曼菲尔若是不来，以我们的财力，恐怕不是那位女帝的对手。如果希曼菲尔赶不来，就让这位女帝永远的留在途中吧。是，我亲爱的弟弟。神主，这个速度还满意吗？还是慢。得嘞。我捋一捋，你是魔族的少族长，你是青手族的少族长，所以你们被抓，是因为想要去苍梧国救兽族所谓的龙血圣女，却意外在中途遇到了9国最强的猎兽人组织。你确定提示里的兽族女皇是这个红发兽女，而不是他们嘴里的圣女？也不是很确定啦。总之那个龙女很重要，对吧？咱们想要解放兽族，肯定不能任由她死掉，对吧？对吧？这次行动的目标是救出圣女，一切都要低调行事，懂了吗？收到。神主，驱走龙精后，这龙好像没劲儿了。发生了什么？难道黑法师入侵了？我好像看到一条龙。爆破！你到底在搞什么？奇怪，其他人怎么不见了？方圆5米，兽力篡改。大人，求您别伤害他，他的
血脉很差劲，也没有进化出智慧，卖不出好价钱的。小希啊，你怎么敢对人类说这种话啊？我会被吃掉吗？请问这里是苍梧国吗？大人，这里是苍梧国附近的森林，我可以给您带路，只是路程可能有点远，走起来会费些时间。不当坐骑就当晚餐嘛。这位大人好可怕。虽然大家走散了，但这是好事儿啊！终于摆脱了那2个定时炸弹，而且关键人物都在手上。等完成任务，调酒师小姐应该会自动被传送回现实吧？想尝鲜的话，今晚去我那儿喝杯茶。好。泰勒家族车将，速退果让路！弟弟，哪位猎人到访，连你都要亲自迎接？一会儿可要对那家伙尊敬点儿，他可是出了名的开膛手。苍梧城的兽人都来自一个地方。回大人，在苍梧城，兽人买卖是被律法允许的，而最大的卖家就是泰勒家族。我最近也想买只新兽人，听说苍梧城有一只纯血龙女。大人，您这一路没有训斥我，也没有打我，我知道您不是坏人，您最好不要插手龙女的事情。我就在泰勒家族里做事，主人对这只龙女势在必得，任何插手的人。先生，您这只兽奴看着有些眼熟啊，和我前段时间刚抓到的一只魅兽很像。松手。我们走。可能是我认错了，我抓的那只有个哥哥被我炼成魔药卖了不少金子呢。大人这只应该没有吧？大人，我们快离开吧，对不起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当时那个梅族兽女哭的那叫一个惨，头皮磕破了都在求我放过她哥哥。可惜那只雄性梅族非要站出来逞英雄。既然他想保护自己的妹妹，那我就随了他的心意，在他妹妹的面前一刀一刀黄魔白金，大人肯定想象不到。求你不要说了。那只兽女哭得有多美艳。哦，差点忘了，那只雄性魅族就是这颗。这一脚是对你无礼的惩戒。您是在为一只兽女打抱不平？在这世界，唯有弱者才会沉溺于自身那脆弱的人性。菲尔大人绝不会售出这只血脉纯粹的魅兽，它能出现在这儿，只能代表您是用某些手段抢来的。我说的对吗？欺诈真言，谎之屏障，篡改兽令。你竟然为之兽人打抱不平，难不成他的遭遇勾起了你的回忆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太好了！我会寻遍你所失爱之人，在你面前将他们开膛抽筋，让他们亲眼死在你的面前！哈哈哈！这幅画面想起来就令人激动。不能和他硬碰，这家伙的剑太重了，重的有些不像话。姐姐，你的主人对你真好，竟然会为了你出手。采完药不抓紧回去，我看你是忘了自己这条命是属于谁了。兽人的命属于自己。你们到底在笑什么？兽人的命只属于将他们买走的买家，我说的对吗？不要！再犹豫，你俩一个都活不了。小希，好好活着。主人，请您饶过这位姐姐，以后我会更努力的为您采药，求求您，求求您！瑞克，这里发生了什么？大人，他偷走了我为菲尔先生抓捕的魅兽，在猎兽人行当里，这种人可是要被活剥示众的。还有这事儿？滚过来，跪下！你哥哥救了他的世界，这一点我不如他。我让你跪下，听不懂人话。竟敢袭击泰勒家族，诛杀此人！给我把他切成1万块，送到饲养场。本地刚来就看到了泰勒家族的少主，想要把我炎灵国的至高法官切成1万块。苍湖国莫不是想与我炎灵国开战？
妮可公主，林法官，好久不见，弟弟。龙女拍卖在即，不宜与一国大帝交恩。林法官，我们身在苍鱼城，适当的妥协会少很多麻烦。今日我就卖女帝一个面子，但那只魅兽必须留下，没得商量。我要把它和这只兽奴一起炼成魔药。林法官，别。发生了什么？大人放心，九国境内能胜过我的人屈指可数。你本可以捡回一条命，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。像你这种轻易就将别人炼成魔药的家伙，没体验过失去内心所珍视之物的感受吧？让我猜猜，随口一言就能灭人十族的你所珍视的东西是什么？是权力，对吗？你是谁？竟然假扮我！泰勒家族不会饶了你！这兽人得了失心疯。混账！别闹了，这里还有兽人呢。等会儿他炼成魔药补补身体。我才是真的泰勒，来苍梧国的主人！聒噪！你做了什么？在苍梧城竟敢对泰勒家族行凶！他们若是出动至尊巫师，连老子都要被连遭。不用他们追责，我现在就会对你进行审判。你以为我会被你这些糊弄鬼的伎俩吓到吗？老子开膛的生灵无数，下一个就是你。幻玉，神主，我每日向您祈祷，您终于愿意见我了，恳求您收走此方大世界，饶我一条贱命。神主，这是什么生灵？为什么看不穿境界，甚至看不穿身体构造？知道该怎么做吗？本神看到了你的往生，竟然对神主不敬，你很喜欢表现自己的实力，对吗？来，本神当你的对手！小七，过来。这位大人若是不说话，我就当默认了。弟弟，你怎么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抬回去！等龙女拍卖结束，有你们好看。妮可公主，你成了大帝。自从林法官为我延陵国伸张正道之后，皇室血脉就只剩我与哥哥了。历经一番枯燥无味的权力交替，我自然而然成了新的大帝，被延陵国子民信仰。最关键的地方一笔盖过吗？那你现在的境界？受信仰加持，6阶巅峰哦。林法官，等龙女拍卖结束后，我们再慢慢叙旧。现在，我们先去一趟巫师协会。所有人注意，妮可那个疯女人来了，就差一下，本座的完美男友就要问世了。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！妮可回来了。谁？他就是当年叛出巫师协会的大巫师妮可，可不是吗？听说他的巫术天赋堪称9国第一，当年若不是执意叛离巫师协会，日后定能坐上至尊巫师的宝座。现在他成了女帝，恐怕来者不善。所以你来这里是为了找巫师协会借钱？延陵国子民历经风霜，国库的钱早就用在他们身上了。而拍卖龙女的主办方是9国出了名的守财磨，他们只认钱不认权。这是传送阵法，可我为什么感受不到神性变动？这并不是神性的力量，而是巫术。有什么区别吗？巫术要追溯到虚界神灵时代，当时神明们集体飞舟，虚界只留下了他们创造的神国与万族繁灵。当时的万族并不知道可以通过修炼神性而变得更强，也是在那时，人族发现了早在神性之前就在虚界存在的古老力量——巫术。在巫师的世界观里，没有神性复杂的1到9阶，在这里，只要掌握一门初阶巫术，便能称作巫师；而掌握高阶巫术，便是大巫师。再往上，便是掌握禁诏的至尊巫师。泰勒家族之所以权势滔天，就是他们家族里有2位至尊巫师坐镇。这我倒是从没听过。林法官可还记得暮光城堡的那位吸血鬼女皇？
他就是一位至尊巫师，掌握着召唤目光虚龙的禁咒。至尊巫师大概对应什么境界？这取决于施展禁咒时所祷告的时间。客观来说，单个禁咒的极限足以媲美8阶巅峰，但巫术的代价是消耗自身的生机。没有哪位至尊巫师会随意施展毁天灭地的禁咒。知道为什么即将拍卖的龙女很受欢迎吗？九国教会从4000年前就妄图通过巫术创造一位受其掌控的神明，接下来只需持续炼化兽族血脉即可。而这只纯血龙女的血脉极为纯粹，若教会得到它，造神计划或会提前完成。女帝站在哪一方？林法官叫我妮可就好。以我对巫术的理解，造神计划这种禁忌法术背后的代价或许超出你我想象。如今主神沉寂，未来会迎来持续数千年的安稳期，我自然不能坐视教会一手捅破这层和平，一切为了我国子民。解放兽族这个任务背后牵着东西竟然这么多，得找机会先下手为强啊！米歇尔·尼可，你竟然还敢回巫术协会！当年你叛离时，我在9国之外执行任务，今日我必惩戒你这叛徒！武灵天咒！够了！埃蒙德，他学走了老会长的全部巫术，又叛离了巫术协会，你为何要庇护这种人？跟我来吧，尼可大帝。你们可曾见过随本地同行的人？他们好像说要入册，走了。今时踏入苍梧城不到半日，就已经出现3拨人要得到龙女。苍梧市的泰勒家族、炎灵国的女帝、9国教会。如果真拖到拍卖开始那一天，想要在盘根复杂的众势力间带走龙女，几乎不可能。主人，那您准备怎么做？你叫我什么？您救了我好几次，是这个世界上除了哥哥之外对我最好的人。媚兽一生只会认一位主人，您就是我认定的主人。从此刻起，您是我唯一的主人，我愿意为您付出一切，包括生命，大人。现在我们去干件大事。做什么？偷龙女。要没规则压制，老子早把你大卸八块了！还没找到神主吗？神主不在，就靠咱俩还不被困死在这游戏里？感知不到神主的气息，先想办法活着逃走吧！精神点儿，买家们可不希望看到一个病殃殃的纯血龙女。我没认错的话，是大主教和菲尔大人吧？龙女拍卖还没开始，两位来得有些早。莉莉丝女士，近来有太多不明势力暗中插手，教会已经等不及拍卖开场了，您不妨开个价，如何？无论多少金币，我们都能满足你。大主教，我确实视财如命，但是这一切都建立在公平拍卖的基础上。我们这一行靠的就是信誉，还请大主教不要为人所难。那就闲言少叙吧。敢截胡我们，动手！抱歉了，莉莉丝小姐，有太多势力盯上了这只龙女。真等到拍卖会内，即便我付出天价，最后也只会以一场恶战收场。教会等不起了。有人在我们之前行动了吗？哪儿也别去，等我回来。放心，我肯定尽力救回龙女。主人，我会一直等你。还要多久？这里是苍梧城，如果引出泰勒家族的至尊巫师，事情会麻烦很多。有些复杂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这是3重叠加阵法，必须要在3座阵法同时运转到同一处锚点时才能破开。是你！欺诈真言，重力篡改。就是你破坏了希曼费尔的一处饲养场，
妨碍教会的计划唯有死路一条。想跑，永远的沉沦在笨拙的幻象魔法里吧。无论你来自哪里，与教会作对的代价，都将让你追悔魔号。对我施展幻境魔法，咒力篡改。怎么可能？你竟然在我的幻象魔法里没受到压制？压制？幻象的本质是欺诈，而你对欺诈的力量一无所知。狂妄！你不仅破开了我的幻象魔法，竟然还以我的幻象魔法为基础，对我2次叠加了自己的幻象。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你猜？九国竟然还有这等幻象造化的强者。虽然还不清楚苍铜城的至尊巫师为何迟迟未出动，但这里的动静已经闹大了，他们过来只是时间问题，我们只能先撤。从长计议，这2尊6阶巅峰的怪物怎么会主动进攻苍梧城？用禁咒魔法，不能让这2只巨兽靠近城池。万焰天法！妈的！这种纯血骨兽只会屈服于比其更古老的血脉。一会儿我想办法和爆破盘住他们，你们趁机逃走。比他们的血脉还古老的有哪些？恐怕只有归墟天意了。他们能以云雾为载体，幻化万物。可惜这个种族早已灭绝，早机会离开你。归墟天意，云化万物，我好像见过这个种族。万象神图给了我变换的能力，这种变换并不仅是外表的简单伪装，而是从生命层次上的一种临时不化。如果要变成归墟天意，将要透支海量的神性。你个废物，活下来也没任何意义。用你的身体给我们多争取几分钟的时间吧。这样下去大家都会死，选最没用的那一个为团队开路吧。这件事只有你能做，你很重要。我很重要。我才不是废物，我也想努力的活着，好不好？归墟天意，是万象神图。万象神图变幻莫测，他体内的神性被一瞬间抽干了。苍梧城里有人类的巫师，他们肯定有办法。2只巨兽回去了，你们是谁？竟然暂住2天，这些是报酬。贵客要来杯热酒吗？圣女，喝口水。这位先生准备把我卖去哪里？龙女获救后，通过种族天赋，将自己的记忆共享给林困。林困这才知道，兽族原本并不生活在9国境内。很久以前，整个兽族世界都是一场独立的神性游戏。主神留下的规则保护着这片土地，任何外来生灵都无法进入。但12主神沉寂后，支撑兽族世界的规则开始不断衰弱，最终世界边界彻底崩塌。兽族游戏与9国世界强行融合，失去规则保护的兽族根本无法抵抗9国巫师，很快便沦为被猎杀和买卖的奴隶。在规则彻底崩溃前，兽族龙族曾经寻找过一条拯救种族的道路，除了等待主神赐福，还有另一个办法，利用人族巫术重新创造一片能够容纳兽族的世界。龙族年轻时曾经遇到过一名强大的人类巫师，那个人不依靠神性，仅凭巫术便可以随手创造世界。龙族相信，只要找到那名巫师，或者找到他遗留下来的力量，兽族世界就有机会恢复。而那名巫术始祖最后出现的地方正是9国。更麻烦的是，他还是泰勒家族的祖先。想要修复兽族世界的规则，林困必须进入泰勒家族，取得巫术始祖留下的权杖。此时，教会大主教通过禁咒投影，
再次出现在林坤面前。他没有立刻动手，而是告诉林坤造神计划真正的目的。12主神虽然沉寂，但他们留下的神使依旧存在。12条完整神图与神赐圣地也依然保留在虚界。只要主神长期不归，那些神使迟早会为了争夺神图而发动战争。一旦神战爆发，凡灵只能成为被炼化和牺牲的材料。因此，教会才想创造出一尊由人性构成的神。他们并不奢望这尊人造神绝对善良，甚至允许他暴虐自私，充满欲望。教会唯一需要的，只是他体内保留一丝属于凡灵的悲悯。在未来神战爆发时，这一丝悲悯或许能让他为众生留下一条活路。大主教质问林坤：如果凡灵什么都不做，难道只能跪在原地，祈求神使永远不要发动战争吗？这一刻，林坤第一次发现，造神计划背后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恶人。教会想要保护人族兽族，想要夺回生存的土地；妮可想阻止无法控制的灾难。他们的选择互相冲突，却都有自己的理由。真正将所有人逼上绝路的，是从一开始便将万物当成棋子的神性游戏。林坤没有回答自己会站在哪一边，因为无论如何，他都必须拿到权杖完成游戏。为什么要出手呢？人性是这凡尘里最难琢磨的，也是最好琢磨的。且慢，我不是本体，只是借助上次交手时残留的一丝联系，不惜以施展禁咒为代价来见你一面。在我的视角里，只能看到你本人，看不到周围的环境。放心，倒是没有说谎。我活了不知道多久，不知从什么时候，我发现每隔一段时间，总会出现一群莫名其妙的人，做莫名其妙的事，然后莫名其妙的离开。后来，我给这些人命名为参与游戏的试炼者。你命名的试炼者？你刁德一逼林困，也是试炼者吧？这场对话到此为止。你不想知道造神计划的初衷吗？造神计划就是为了掌握一个不由神性而由人性构成的神明。即便造出的这位神他暴虐肆欲，但我始终相信他会在未来某一刻产生一丝的悲悯，只要一丝就够。这一丝悲悯足够他在未来神战爆发时为虚界的凡灵留下一丝生机。你怎么确定你口中所谓的神战肯定会爆发？12主神沉寂，但他们麾下的神使没有。如果主神们继续沉寂下去，你猜那群神使们会不会征战曾经降下神图的神赐圣地？主神之所以称为主神，正是因为他们修炼出了自己独有的神之途径。而如今，现成的12条神图就在神赐圣地，即便现在安稳，谁能确保他们以后不会炼化万灵的神性为自身力量，去征战神赐圣地？这只是你的猜想。林坤，本座想问你一件事：如果你现在就可以离开这场游戏，你会阻止造神计划吗？或者说，你觉得万灵就应该什么都不做，原地祈求神使们不要征战吗？真名从不垂眉连雾，世间断无这般如果。我怎么想并不重要，我怎么做也早已被规则框定。等你死后，我会为你寻处好地方建一座教堂。我最多把你轰成齑粉，以免万族啃咬你的尸体。神主，造神计划本就是一个笑话，他们成功不了的。9国教会没有错，兽族生灵也没有错，错的是神性游戏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选择。那如果是您会怎么选？神明从不垂眉，凡灵也从不缺自命不凡之辈。造神计划背后牵扯的因果，别说你了，就连本座也承受不起。本帝不会任由9国教会造出一尊怪物。给钱！你这死丫头，本座欠你的啊，凭什么给你钱？这是我拜入巫师协会期间，父亲对协会的资助清单，前后总计3000多万金币，每张清单上都有老会长的魔法烙印，尊者要检查一下吗？我靠！咱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？别这么严肃嘛！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，真是的。白天闹出那么大的动静，估计已经被盯上了，还是尽量别被这群巫师发现为好。顺利潜入，看看本座研究的全新产品，里面蕴含了带着疗愈效果的巫术律动。又见面了，大巫师小姐。啊，跟在妮可身边的小帅哥啊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此人擅闯巫师协会，把他拿下！
妮可果然没安好心，他引走埃蒙德与尊者，然后派你偷偷潜入。妮可，整个巫术协会都是一座阵法，想逃？本座受泰勒家族之命，寻找一位当街行凶的罪人，将其就地格杀。又是泰勒家族，来的人还是至尊巫师。偏执幻境！幻境被瞬间打破了。你不该招惹泰勒家族。此刻，你的朋友们也在被一位至尊巫师追捕。圣女，我给您去倒杯热水。竟然还有意外之喜。听说你用幻象魔法让比尔公子沉沦于内心的恐惧，既然如此，你也尝尝内心恐惧之物的滋味吧。游戏不对，这里不像幻境。那两位是？我最近掌握了一种全新的力量，这种力量和巫术类似，不仰仗神性，不属于信仰。你想看看吗？你成天修炼这些旁门左道，只会浪费了你这一身巫术天赋。尼克。我用欺诈真言在记忆深处提前埋下了一生的回忆锚点，然后在一瞬间对自己施展叠加的欺骗，强行令自己达到一瞬的记忆错乱。靠这一瞬，我从不存在的虚妄里展开了一座由我控制的大世界。那两人的谈话和欺诈的运用方式相关。欺诈真言的特性是可以撰写具备欺诈力量的真言卡牌，原来还可以把自己的记忆写在上面。难道这就是欺诈神主的体内大世界？至尊巫师，雷亚大巫师，替我向会长问好。此人我就先带回泰勒家族了。他醒了。召唤禁咒。这是什么手段？武力天咒！这不是6阶领域的力量，这种级别的规则之力是神域，也不像。现在知道和泰勒家族作对的后果了吗？龙女卖给西曼菲尔了吗？当然，罗修斯应该也得手了。漂亮！再晚几秒，神性就要被抽干了。虽然没有记忆，但效果看起来很显著。我听说你闯入巫师协会，立马就赶来了。看来他们都小瞧了你呢。尼克，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你。不吝赐教。他只活在9国的历史中，没人知道他的动向。但如果仅是想要借助他的力量，倒是有一个去处。哪儿？林法官有所不知，这位巫术始祖同样也是泰勒家的祖先。不然以泰勒家族的暴虐执政，是怎么能坐拥2位至尊巫师的？想推翻泰勒家族的人有很多，他们嗜杀成性，光每个月杀掉的人类仆人就有上百位，兽奴更是数不胜数。平时你与巫师发生摩擦，他们不会透支生机施展禁咒，但若是打上门，性质可就不一样了。我有必须要做的事情，那是我一直以来
努力活着的意义。为了女孩，亲人，那就祝林法官一路顺利了。谢谢。你干什么？这里最强的人类巫师在哪儿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可是泰勒家族的常客，你敢动我，小心他们找你麻烦。泰勒家族，谁是至尊巫师？出来帮我办点事儿！你们是何人？听说你这儿有至尊巫师，把他叫出来救救这丫头。作为回报，我愿意为其出手一次。你笑什么？最近这是怎么了？都把我泰勒家族当空气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张嘴就要见尊实施，就算9国教会的大主教亲临，都得提前请示。来人，把这群贱民杀了喂狗！手下留情。本神自降身段与你交谈，你尚在神赐中不知感恩，却还想杀了本神。你杀了泰勒瑟菲？你是至尊巫师吗？你知道自己闯下了多大的祸吗？这里强者不少，别给神主找麻烦。我姐姐在哪儿？我姐姐在哪儿？四妃殿下被秒杀了，我在他身上留下的守护禁咒都没来得及反应。给我杀了他们，连同在场的所有护卫一并诛十族！公子，对方能无视我留下的禁咒，最低也是6阶强者。殿下离世已经定局，不如……你要违逆对巫术祖师许下的誓言吗？给我杀了他们！哈哈哈哈！这么有劲儿！给我死！不会是他们吧？泰勒比尔，给我滚出来！亲爱的，教会要创造的是由无数人性所构成的你，万千生灵的人性在你体内均匀分布，这怎么能行？我要你对我的偏爱比别人多一点。这一天，我们等了太久了。神性的浓度翻了1倍，这是神赐！我们真的成功了！我们还没有干预他的人性，怎么会露出这种情绪？西曼费尔，你这混账！你竟敢擅自对造神计划动手脚！亲爱的，你是我穷尽一生都想要创造的极致完美。快跑！所有教会成员，协助居民离开城镇！西曼菲尔，你个混账！老鼠禁咒，十方封禁！
吸收无数人性之后，他已经成为这片世界中近乎无敌的存在。可林坤没有与他进行单纯的力量碰撞，因为欺诈神主最强大的武器从来不是权力，而是规则。林坤调动所有祷告之力，展开自己的能力。他以欺诈权柄向整个世界写下一条新的规则：此方世界禁止神力。话音落下，加尔体内的神性瞬间遭到压制，人造神依靠无数血脉与人性构筑的身体开始崩溃。林坤则通过兽族少女交给自己的眼睛，在加尔体内找到了纯粹无残留的血脉人性，被炼化的意识短暂苏醒，从内部扰乱了加尔的力量。破天一1分钟即将结束，林坤已经没有退路，他将全部欺诈与祷告之力集中在最后一击，与加尔一同消失在席卷9国的光芒中。神域停止扩散，苍梧城却已经跟我们比持久战，这场足以载入虚界历史的圣战，最终以9国沦陷、人造神加尔毁灭，以及林坤失踪为代价落下王位。兽族世界的规则能否被彻底修复？林坤究竟去了哪里？没有人知道。但从那一天开始，9国所有生灵都记住了一个名字：方知虚拟的欺诈神主，众生难辨的千面巨蟒林坤。没有人知道这位被他们传颂的神。最初只是一个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假装成神的骗子，可或许真假从来没有那么重要。这只兽人很在乎你啊！我想到一个好玩的，捡起利刃，结束自己的生命，我留林坤一条命，如何？他用一个谎言让兽人相信。当然，我是泰勒家族的公子，岂会食言？别有其他想法。有至尊巫师在，只有你死，他才能活。是被用一场更加庞大的谎言。短暂成为了真正的神，回答我！掀起涟漪，蛮灵反抗，想活吗？9国神战虽然已经结束，否则他会被至尊巫师当场轰成齑粉。仍在继续，而那个消失在光芒中的欺诈声音不够大，也许并没有真正死去。在虚界的另一个角落，一场全新的游戏已经悄然开始。